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的4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，欢迎周老师；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，欢迎曲老师；法国梦泉品牌创始人贺东东老师，欢迎贺老师；涂磊涂老师，欢迎。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们俩是校友，明年我们就毕业了。到现在我们交往了1年多。我们从交往到现在，他的前任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我们俩在很多事情上意见都不统一，我们永远都不在一个节拍上。在很多时候，我觉得他不够重视我，在乎我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拿我当他的女朋友。我希望我们可以毕了业，还能继续好好的走下去。从开始的疯狂热恋到现在的跌入冰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走下去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卢，24岁，来自郑州学生；女嘉宾小季，23岁，来自郑州学生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里说了，永远摆脱不了前女友是吧？怎么回事儿？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跟他前女友一直藕断丝连，还给打电话过来，然后没接他就直接挂了。挂了之后我问咋回事啊，然后他说没事儿，就个普通朋友。那为啥咱俩在一块儿了，你还要跟你前女友联系着呢？因为首先我先声明一下，当时我跟前女友已经分手有半年多了。而且当时我们俩在一块儿，因为我没想到他会来打这个电话，然后就立马就给他挂了，也没有去说什么。那咱俩分手半年多了，那为啥那手机相册里面还保有他的照片跟你合照呢？还有那网盘里面。其实我一直没有说去删除一些东西的习惯。你想想那么多照片，几千条、几万张，我怎么一个个去删？而且像这个网盘，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它这个就会自动去存储手机上的照片，我也没有留意过。那为什么不删掉呢？我就是不知道。不是后来知道了吗？后来知道，我一个全部删了啊，那就行了嘛，删了。那你说你们分手都半年多了，那为啥你女朋友还加上我 QQ 给我发一些你们之前经历过的一些事，然后什么节日了，那些转账记录了也要发给我？你知道吗？每次我看到这些事儿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我都会想，这件事儿咱俩去做的时候，你跟你前女友做过没？我都心里有那种阴影了，你知道不？你说这个东西每次都是在吵架过之后你才给我说这些。他加你的 QQ 啊、微博啊，这些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而且我把他也已经删掉了，没有联系过。他跟你说这些东西，我是真不知道。他在微博上找到我发个东西，他就在下面评论着，说一些可难听的话。然后后来我实在受不了，我把他拉黑了。拉黑之后，他在他自己微博上说我每次跟你说这件事儿的时候，你都不会站在我的立场上去保护我的那种感觉。他的前女友为什么跟你纠缠不清啊？那谁知道？那我也不知道呀。你能解释一下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加你的。这个不符合常情嘛？你都分手了半年，你跟你前女友断干净了没有啊？分手之后确实是断干净了，但是还保留着藕断丝连的那种。不是，你跟你前女友为什么分手啊？不合适。谁提的？他提的。那就很奇怪了，他提的不合适，他跟你分手了，分手了半年之后，你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他会联系你新女朋友？对，他也知道，只是可能这个好像不符合生活的逻辑。他去找他联系，我就奇怪是为什么嘛？如果你跟你的前女友断得很干净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跟他这样呢？没有道理啊！你也是女生，假如说你跟他分手了哈，断得很干净，你还会联系他现在的女朋友吗？我当然不会，我是肯定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。对，那推理一下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联系他现在的女朋友呢？就是我跟他藕断丝连的时候。这么说吧，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发生吗？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把他微博拉黑了，就前几天他还在他微博上面就说我。说你什么呢？比较难听的话，说我勾引他的那种。所以这个事儿你没有说清楚哎。当时前女友她也知道我又有了新女朋友，
对呀、如果你们都半年了嘛，怎么还会说他勾引呢？对，所以说每次我也很纳闷，然后他把这个事儿提出来跟我说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把这个事儿放在这儿。这个是影响你们现在情感的一个重要的事件，对吧？而且我俩在一块儿之后，他还保留着他前女友的微信了、QQ 的联系方式，还有他妈妈的，就是他前女友的妈妈的他不都说联系方式。删了吗？后来他前女友又加上他之后，他又加了，然后我要求他删，他才删了。那我还是删了。我都想问你，为什么我要求你删，你才删呀就？因为我们分手之后还是就是相当于很普通的朋友，啊，没事他会打个招呼什么的，也就这个样子，也很少去聊天。好吧，反正在女孩的心里面，这就是一片阴云，对吧？对，每次我想到这件事儿的时候，心里面就特别有阴影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在这儿。还有什么问题让你们难受、别扭？也说一下关于这个前任的问题啊，就是他每次都总是去要求我，你去看看别人的男朋友是怎么好，两人异地恋，从上海给郑州去订外卖。我说他们是没有咱们现在这个条件才去这么做的啊？难道咱们离这么近，我还天天给你订外卖吗？那我不是这个意思嘛，我就是说，就是让你学他这种心思细腻的这种感觉。我身为你女朋友，我每次都是想到你身边缺少什么，我想的都比较细腻。你天天性格大大咧咧，我就想让你就是学习嘛，我就说的就是这意思。学谁啊？就是学习，就是我室友的男朋友那些。哦，听懂了。我难道做的还不够吗？还说我不够浪漫，没有惊喜。你提前2个月，你快生日了就跟我说你给我送花吧，我说送，啊，然后我再送了之后，啊，就是我没有惊喜，没有浪漫了。你说你法考没有过，想给自己犒劳一下，去买这个粉底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该买了，我还是给你买了，还是没有浪漫，没有惊喜。那每次都是我要求你做什么，你才对，你提前2、3个月，月去要求，啊，我再去做，那不就没有惊喜，没浪漫了？你都不会主动去做吗？我主动2个月去给你买。这个算是主动。那你说你自己现在创业做了一个公司，天天喝酒抽烟，我说你都不行了吗？上回说你喝酒把牙都打掉一块儿，喝酒怎么会把牙打掉？这个是失误，去锻炼的操作失误，它跟喝酒没关系的。酒后锻炼啊？对，确实是有些问题啊。但是这个喝酒抽烟，他每次说我也都记着，但是有时候我主要是矛盾点在哪儿？希望我带你去参加饭局的时候，给我有一点面子。你不要在饭局上就去摆脸色，你让别人都不敢说话了，那怎么？我什么时候没给你面子了？我就是你抽烟的时候，我顶多倒你2下，就少抽点那些意思。我影响别人心情了吗？但是别人都不敢说话了。别人怎么不敢说话？我就倒你2下呀。那是我理解错了吧？可能别人没有被吓到，就是不想说话了。等于现在男生又开始创业了，是吧？因此一些生活习惯也变成了日常争吵的一些内容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我就是从小到大都不吃猪肉，我就一吃猪肉我就吐了那种。然后上回就跟他一块儿去吃饭的时候，他点了一个藕夹，就中间夹猪肉的那种东西。他吃完之后他给我夹，我说我不吃猪肉，你不知道吗？然后他还跟我生气。那上次可能真的是一个误会，确实是不知道里面是猪肉的，我还给你夹了，你不吃啊？那不吃就算了嘛。我就是觉得你就是连我这一点儿你都记不起来，我就觉得你心里是不是不重视我了？女生是把这件事情放大了，或者叫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了，是你不在意我。你们俩谈了1年多的恋爱是吧？有什么打算吗？关于这段感情？就是准备今年毕业嘛，然后我家是新乡的，他家是郑州的，我就想着在郑州找个工作跟他在一块儿的。那你的打算呢？我打算也是我们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他做他的工作，做律师，然后我自己做自己的公司。见过双方父母吗？没有呢。他家里面人都觉得要找一个郑州本地的，可能因为这件事儿吧，每次发朋友圈，他都把他家里面人屏蔽，还有把他可多朋友都屏蔽。我都想，那还发啥朋友圈了？这个屏蔽只是说屏蔽家人跟有工作关系的一些人，不想让他们去看到，因为7大姑8大姨什么家人太多了，不想让他们去给我说这说那。但是说不想让屏蔽家人，我也做到了。你说的东西，我每一件都去做了。不是，那你到底是屏蔽了还是没屏蔽？之前确实是屏蔽的，现在不屏了。不屏蔽了，家人对这事儿有什么意见和态度呢？也没有说什么。我们谈这1年，家里人也都知道，也没说什么。那你们俩这就没有什么问题啊？
他都是揪着那些东西不放，不管是前任啊，还是这个要求什么的，都是这么说。不是我总是揪着前任不放，是你前任总是揪着我不放，好吧？不是，我这么听起来好像除了这个男生的前任在纠结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冲突和矛盾。你们俩有挺多的。你们俩还有什么冲突啊？我听来听去，你看啊，大学毕业以后，未来有一个共同的规划，对吧？女生要留在当地工作，男生说我也在当地，我们的感情是稳定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一些小摩擦、小冲突啊，没别的了。还有什么呀？有，就是我不是上年参加了法考，然后我中间一直在学习，也没有怎么跟他去约会了什么的，感情就感觉就变了。然后谁变了？他变了。啊，我知道你去考试努力学习，我也支持。我只是说不想看你那么累，在每周你能抽出2、3个小时时间放放松，我们约个会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，只是这个意思。你每天从早上到晚上见不到人，微信也不说个话，我当然不想让你那么累啊。而且考完试之后吧，虽然差一点没有考过，你老是说差1分啊，心里不甘心。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差1分跟差100分有什么区别吗？而且明年又不是没有机会，完全可以继续去考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场考试对我有多重要？然后我从1月份一直准备到9月份，你不但没有支持我，还天天抱怨我没有时间陪你了，这那了。而且我考完之后我差了1分是不错，但是我是一个小姑娘，我哭哭就咋了？对啊，你哭啊，我安慰你啊，然后你还说我不理解你。那我下年还要再准备1年，那你说咱俩之后应该怎么走的？我还是这种状态啊，可以有一年已经有经验了啊，知道该怎么去搞，我不打扰你嘛就可以了。你看你是什么态度？不打扰我。女生是挺惶恐的，是吧？就是对未来已经没有把握了，是这意思吧？也就是说，我2020年还要准备1年的律师考试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情感该怎么维系了。因为我观察到了一些问题，女生所连续堆的问题，比如说抽烟喝酒，谈到的是应酬问题，对吧？男生讲到的是说我带你去，大家都不快乐，也就是说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对这个女生是有一些看法的，对吧？这是关于朋友圈的。在家人那个圈子里面，男生说的我们家人不同意，这是男生的描述。但是当家人和朋友圈被打开之后，女生暴露在家人面前的时候，家人又并没有提出任何的疑义。对，没有。那我们怎么理解前面那段话呢？这个我相信在女生心里肯定又是一个小疙瘩，然后女生就会把在生活里的很多细节进行放大，这种细节可能就小到一个藕夹里面是不是有猪肉或者别的什么事儿，她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男生很漠视我，对我很不关心，再加上他认为你的前女友一直在纠结他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在你们1年多的这个恋爱过程当中，前女友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影子，伴着你们谈恋爱，你也解释不清楚。这大概就是现在这段爱情比较棘手的问题，再加上明年的律考，你刚才风轻云淡说了一句话，说我有经验了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下一句就是不打扰你嘛，是你说的吧？是。那你这个感情怎么办呢？我是觉得他既然这么努力啊，不能说没事我就去给他提要求让他出来约会啊，就少联系一下。我也不是说让你少联系我，我就是希望你能理解我，支持我。而且你说你不喜欢做出承诺，那你说中国这5000年文化为什么要创造出承诺这2字呢？他指的不喜欢做出承诺是什么意思？就我们未来的规划嘛，他说以后的事儿都保不准，他从来都没给我做出来可确切的承诺。是这个意思。比如他会跟我说我们将来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我不会去想的，我也不敢去做保证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未来要我们2个人共同的去努力去创造，只有到了合适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该有的结果。行吧，还想好好的在一起是吧？当然想啊。是这样吗，女生？我觉得他能改变的话，你希望他改什么？我希望他变得细心一点，不那么大大咧咧。你指他的粗心是指什么呢？他就想让他没说之前我就把这个话给说出来，
那次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哎，我想买个蓝牙耳机，我说想呗，开玩笑嘛。然后他说你怎么说话？我说那买，就这个生气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当时打电话的时候，是我跟我朋友都在一块儿，就给你打个电话说我想买个蓝牙耳机，然后你就说那你想着吧，你当时就是啥语气跟我说话的？不是怎么了呢，姑娘？哎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就他前女友纠缠你这么大的事儿，纠缠了1年多，你不纠结，你在纠结这种说话的语气和态度，在最微小的细节上无限的在放大。男生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无奈一些？对，好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哎，其实我跟赵川的感觉是一样，我还在纠结前女友的事儿呢。我也是在纠结呢。对，啊，我其实这个事儿我一直都觉得挺纳闷儿的，就一个分开半年的前女友，在她的前男友有了女朋友之后，怎么能够不断的加她的微信？就是6个月后对还要加，说完就完嘛。结果一说了1年多，你这对啊，而且还对她进行一些言语上的不恭敬。我不知道这个女生，就是这个是我认为特别大的一个纠结，我觉得特别不理解的一个事情。但是你好像这个事儿你还可以放一边，你在意的是她的小心思有没有花在你身上。因为这件事情嘛，我跟他说过之后，他感觉完全没有放到心上，我都感觉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，所以我对他就很失望。如果你这么没有安全感，你始终是在质疑，包括他的前女友给你的一些感受，你都觉得这段感情没有那么有把握的话，我在想你明年其实有个更重要的事情，你要参加那样一个考试，今年你就差了1分是吧？对。那我的建议是，既然你们现在都各自有更重要的事情做，他要参加考试，你要创业，你们始终可能都没有觉得对方更重要过自己的事情，那不妨把2个人的感情先放一放，把你们认为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好，然后再回过头来谈感情。你做你的事业，你考你的试，有一个更好的结果，你们再看能不能继续走到一起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周老师。你纠结什么呢？到底？你是纠结当时男朋友和前女友为什么原因分开，还是说当这个前女友事隔如此之久还要再纠缠你，而你的男朋友没能挺身而出保护你？你到底纠结在这2个哪一点？我2点都有。好，那就一点一点说清楚了。在自己女朋友被欺负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说话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你之所以不敢，一定又跟你跟前女友分手的真实的原因相关。所以2个问题其实核心是一个，他曾经说了1次谎，他就一定要用各种谎言来弥补，他陷入到一个怪圈里了。好，那你是否也要被他带进去？我们再看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无论如何，不管当时状况是怎么样的，已经过去了吧？你会因为一个外人所以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吗？或者说你因他当时说跟前女友分开的原因真与假虚与实，你会判断这个人不可靠吗？如果真能，那你还真要把这个弄一个水落石出，然后再决定跟不跟他分手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，索性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存在于你们的未来当中，也就是你其实人为的找了很多的事情要揪他的错。说白了，你这口气没咽下，现在你做这个决定能咽下吗？你就让它过去，能过去吗？如果不能，来一个痛快的了断。好，你告诉我所有的真相，那我选择继续或者是不继续。否则这件事会影响你的感情，会影响你的学业，对不对？会影响很多的事情。你咽得下这口气就可以过，咽不下就让这件事情水落石出，懂了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姑娘，你特别希望你的男朋友真的要去为你攻击前女友，你希望看到吗？我不知道你希不希望，反正我不是这样的人。也许今天的现任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前任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在这件事情上，他选择没有去一定要站在你这边去攻击对方，我觉得如果是我会尊重他。而如果他真的
拉着你的手去对前女友指责、谩骂，站在你这方面去攻击对方，我反而对这个男生我会画一个问号。我觉得反而你应该要求他的是，你中间有说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未来的规划没有。比如说你问到他，我们未来2年怎么办？他说走一步看一步，我没有想那么多。其实我恰恰觉得这是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。像什么藕夹里面加没加猪肉啊这种事情，男人都是粗线条的，不要对爱情抱有那么深刻的幻想。我自己11年的婚姻，我想改变我先生，我每天都想改变他。后来我发现我努力了那么久，毫无意义。最后我选择了接纳他。比如他不洗脚，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他喜欢运动，哇，一进屋那个味儿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为这事儿大闹天宫过，真的，我跟我公公婆婆都声讨过。后来我发现事实婚姻不是说我一定要改变这个男人，而是我要做到，当我去影响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慢慢的会在乎我的感受。包括他吸烟，现在我们家有个单独他的吸烟的房间，他要去他的房间里吸烟，因为他在意我。前提是我为他也做出了大量的改变，我给他熨衣服、包饺子、做他喜欢吃的东西。就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们不要一味的去要求对方为我们做出改变，这恰恰是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最痛苦的地方。改变一个人太难了。然后我想对男生说，虽然女生没有要求你说你一定要为他说句话，但是我觉得前女友的纠缠你还是要有一个态度。其次，你觉得你要带着这个女孩往前走，你觉得你对她没有一个基本的规划和蓝图。是的，我们是不能给爱情画太大的饼，但是请问没有这个蓝图，你们的目标又将去向何方？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规划，这样的女孩子才会有一定的安全感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贺老师。他跟前女友分手多久？跟你确立关系？不到半年。有半年吗？不到。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也看过他的其他的社交软件上，他还时不时跟他前女友联系着，出去约会了什么的。是吧？就是普通朋友。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。在一开始如果就存在症结，这个症结就会幻化为所有的一切，无论是藕夹里的肉，还是司法考试引发的争吵，又或者是网盘里的照片。因为你始终感觉我没有彻头彻尾的拥有它。前任之所以敢在你这儿放肆，一定是因为他的忽视。这种忽视有普通朋友的暧昧，也有自己认为这不是一回事，甚至还更有他内心有一种惬意。他把他骂成那样，你不心疼吗？心疼啊，但是你不愤怒吗？后来才知道的。后来知道了，你不找他好好谈一谈，让他不要再骚扰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前女友分手之后，还以普通朋友交往了多久？就是偶尔的微信上。你有没有跟前女友谈到过他？谈到过。有没有诉过苦？没有。说这个女生哪儿好或哪儿不好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敢那么放肆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就给前任所以其实你承不承认，你跟前女友和他之间的时间太近了？这所有这过程当中的无缝连接，都让他感觉到惶恐。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迅速的结束又迅速的开始呢？你甚至没有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、适应的时间，你没有。这个问题会一直伴随你下去。做企业的人有一句话叫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如果放到爱情里面，那就叫爱人不疑，疑人不爱。但你做不到啊，这会成为你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一个永远跨越不过去的一个阴影。甚至于现在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也一定老是在想，我跟他在这个餐厅吃过饭，他跟他有没有在这吃过饭？他为我做过的这件事情，有没有为前任也做过？你肯定在想这些事情。所以你进入的也太快了，你没有了解的清楚。事实上，当他的前任在微博上谩骂你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清醒的冷静一段时间，和他分开一段时间，看清楚了再继续。但是你没有，所以我觉得这一页翻不过去。
事实上，我也看得出来，这个男生对你的确也没有多么在乎。我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去找前任算账，但是维护现任的名誉，这是他当仁不让的责任。就像一直以来6、7年了，这网上老是说我离过婚，莫名其妙。但我觉得对于我妻子来说是一种不尊重，所以我才发了律师证明。这件事情或许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的害处，但问题是你受到了伤害，他就应该不遗余力的去做。管得住管不住前任是一回事儿，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维护你的伤痛，维护你的权益，只要跟他有关的，他应该去做。但他没有做，所以你们的恋情没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就不会有完满的结局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法律专业的是吧？应该是一个挺冷静的姑娘哈。听来听去，周群老师那个意见我倒觉得真的特好。律考真的挺难的，不通过这个考试，你都没有办法拿证上岗，对吧？对。所以那个其实是关乎到未来的这个前途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创业，对吧？对，哎，好好创业。其实现在可以把感情的事儿真的放一放，因为人生当中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嘛。如果你们都把这一段忙完了，回过头去再看，想清楚了，再开始，可能也会更好。不要那么着急。我想今天我们所有老师给到的最核心的一个建议就是不着急，慢慢来吧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们在一起也有1年多了，中间磕磕绊绊，不管是前任的事也好，还是其他的小事，总之都是以这个为中心来展开的，也是你一直过不去的一个坎儿。不管如何，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的想跟你在一起，我愿意跟你坚定的走下去。我觉得你前任的出现啊，给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我不确定是否跟你能慢慢走下去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这两个年轻人在谈他们这段恋爱的时候，用的都是一个特别冷静的一种描述方式。只有到最后的时候，当女生意识到分开也许是一个好结果的时候，女生是哭了的，那个时候才看到情绪。所以我们在想，一段1年的感情，怎么在年轻人的身上怎么会那么快就凉下来，并且降温？我仔细又推了一下，发现其实当女生开始备考之后，这两个人的交流时间会变得非常少。因此在刚才他们的回忆当中所讲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前女友，他们再共同的记忆就是彼此在挑对方的毛病和错误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段感情该情归何处呢？来看看这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这像是第一次一起飞在。讲明白了哈，翻篇了哈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，谢谢。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，我说出去只是言。Marry me, my baby， 每分每秒每日每请亮灯。谢谢两位，这个送给你姑娘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回。我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我都比你多爱一点，
只求永恒永垂。就算停止学，在1年多的恋爱过程当中，始终有一个前任的阴影在啊。希望今天这个节目能够帮他们去掉这个阴影吧。愿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结婚1年了，感觉他实在是太强势了，我干什么都不对，在外边也不给我面子，而且在他心里从来没有把我女儿当成过自己的孩子。我跟他结婚就是个错误，结婚前后2个样，越来越不在乎我了。他家里人一直不认可我，不尊重我，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不想再这么耗下去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赵先生41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农民；朱女士40岁，来自黑龙江，销售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今儿是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。来干嘛呀？我就觉着他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变化太大了。啊，你们俩结婚多久了？我俩认识3年多了，然后结婚不到1年。都是再婚吗？对。有多大的变化呢？你给我们讲讲。结婚之前，他每次去看我的时候，他都会给我买我喜欢吃的东西。然后在过节或者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都会提前把礼物给我准备好。在单位的时候，我收的快递是最多的，然后同事都特别羡慕我。等到结婚之后，这一切就都没有了。他不再给我买我最喜欢吃的栗子，礼物也都没有了，也不像以前那么关心我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他一开始工作单位下边就有卖的栗子啊，完我那时候我们没结婚呢，我是在家去看他去，只能上单位去看去啊，所以那时候买的也特别方便吧。完后期我们结婚了以后，我也不用说总老上单位去看他去了哦，我就总在家。因为他要回家了是吧？你想买的时候在哪儿都能买，不想买的话，就是在你跟前你也不会买。嗨，其实我就觉着你这态度变得也不只是这一件事情，还有就是。你春天回去种地的时候，秋天回去收地的时候，在婚前的时候，咱俩晚上天天有联系，然后等到婚后的时候，这些就都没有了。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说我很忙，然后有的时候会不接。还有一次就是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和你朋友正在聊天呢，然后告诉我你等着，我就在那儿等着，等到很晚了10点多的时候，给我发视频告诉我困了，我要睡觉了。那咱俩结婚以后分开的时候都是我忙的时候，我春天秋天我得回去种地，白天我特别忙，完了那个开拖拉机吧声也特别大，接不着电话。你婚前的时候就不忙吗？你婚前的时候就不种地吗？你婚前的时候就没有那些朋友吗？有，那你但是你说现在你说种地，晚上回家了，吃完饭了，你说朋友来了，你说研究点那个种地了什么的事儿，你说我也不能把他们撵走了，说跟你去。等于您农忙的时候都得回家种地是吧？对。农闲的时候2个人就在一起生活，对，是这意思吗？农闲的时候我们在市里生活。行，这听明白了，这也别解释了吧？就是结婚之前重要的目标是结婚，结婚之后重要的目标就变成了挣钱嘛。不是，其实我觉得都这么说嘛，借口嘛。我和他在一起时间越来越长，我俩也3年多了，我就觉得我俩的观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就比如说在花钱上吧，买东西这上，我就觉得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它再贵一点，我也想买，因为毕竟喜欢的东西，然后也可以用的时间长一些，比如衣服也可以穿得久一些。他就不一样，他会花很便宜的钱，然后买一些特别便宜的东西放到那儿，到最后都扔了也没有用。然后就比如他买的那些裤子，没有一条是能穿出去的裤子，然后就会买一堆几十块钱的裤子，然后会买一堆回去。以后您帮他买不就完了吗？是我买那便宜裤子，你说我种地的，有时候说修车就修车，车坏了我就可以去修去，我钻车底就修了，裤子整埋汰了，整上油了，我直接就可以扔了，便宜了扔了我不心疼啊。那你就说你那些裤子吧，除了我给你买的那几条，你有哪条能穿出去？就觉着便宜的东西我就得多买点。还有就是，我就觉得我和他的观点不同的，还有在交朋友上。你记不记得你那个朋友半夜12点给咱俩打电话，是因为在饭店吃饭没钱了，然后半夜12点咱俩都已经睡着了，然后给你打电话，给你借200块钱。当时你微信里没有钱，然后你就特别爽快的答应他了，说的你嫂子有，我让他给你拿。我就想知道
你这样的朋友，之前你也跟我说过，他跟你借钱都没还，我就跟你说过几次，别再交这样的朋友。然后你还特别爽快答应他说你借给他钱。大半夜的，他既然给我打电话了，就说明他很着急。你着急，你就不能把他扔到饭店里去。他着急，得让他把面子圆过来。他进饭店之前，他不知道他兜里有没有钱吗？他多大的人了？他这种爱占小便宜、不务正业的人，我就觉得你不应该再交往下去了。我跟你说过几次了，你都不听。我就觉得咱俩现在这个年纪了，不是谁都能交的年纪，是择友而交的年纪。那你不也有很多那个不好的朋友吗？你交那些朋友不也有一些那个成天那个混吃混喝那些朋友吗？我干销售的这个行业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干销售的是不是得多认识点人？有的时候是朋友拽我说的，你跟我去，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。你干这行，你不得多认识点人吗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朋友，我不得处下来之后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样吗？不见面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吗？有那几个朋友已经处很长时间，你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他那几个人不太好了。就有一回你跟你那些朋友出去喝酒去，又要去唱歌去，我半夜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去，接他去吧，我还走错地方了。好不容易把他接着了吧，接回去了还没完没了跟我吵架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去晚了？我每次让你去接我的时候，你都会去晚。哎呦，真是，您还怪他去晚了？他就是强势惯了。有一回，我同学家办那个学子宴，我回到农村去参加那个酒席去，马上快吃饭了吧，完他给我打电话，正打电话的时候，有个女同学就过来喊我来了。喊我说那个饭都好了，要吃饭了，赶紧过去吧，都等着你呢。女同学一喊，她那头就急眼了，就不干了。那不是因为当时我特别难受的时候，我想给你打个电话，跟你说说话，然后电话没说呢，我就听那边有个女的在那儿喊你，然后你直接电话就挂了，也没跟我解释你去干什么，电话就挂了。那我能不生气吗？那你也不能太不给我面子，不大一会儿又给我打电话，正在那坐着吃饭，又给我打电话，就跟我喊说必须1个小时之内必须回来，不到跟前就离婚。啊！你说我那么多同学在那儿，你说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我多磕碜呢，在那儿啊！那你也回去了吗？回去了。没吃饭？没有，那敢不回去吗？啊！那你也知道，咱俩都是第2次婚姻了。当时我只是听到那个女的跟你说话，我就觉着，如果一个女的跟你说话，你这头就能直接把电话给我挂了，连解释都不解释。那你女同学那么重要，你还找我干啥？你跟他们过去呗。我方便问问吗？您第一次是因为什么离异啊？就是因为不关心我，然后对我不在乎。啊，谁提出的离婚呢？我。您提出的离婚？啊，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像啊？就是现在的态度，我就觉得他的态度有点越来越演变成那样。这个离婚了多久之后跟先生开始谈恋爱的？4年的事。啊，离异4年之后，你们又谈了3年，结果还没发现，一结婚发现一堆问题，是吧？您是为什么呀？我们就是生活的观点不一样嘛。他喜欢玩，我就感觉结婚了你就好好过日子吧。他不行，趁年轻好好玩，就这种观点嘛。人得先玩。谁提出的离婚？我那前妻。哦，有孩子吧？有。谁带啊？我带。闺女是吧？对，小姑娘。闺女，您呢？我的也是姑娘。谁带啊？我带。哦，2个人都离异，都带着孩子是吧？行了，咱们先不把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事儿，我听明白了，就是您觉得他忽视您吧？对，还有就是他家人对我一直不认可。说实话，在我的内心是屏蔽他们的，因为他们对我的不认可。在我和他刚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，我去他家的时候，在他姐家吃饭，然后他姐在桌上就提到了他一个朋友，因为娶了第2个媳妇儿花了很多钱，然后他姐当时就在那个桌上，一桌的人就说，第2次结婚不用花那么多钱，花那么多钱没有用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但是他呢也不是说特意说你的，不就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吗？当时我就觉着我特没有面子。话赶话赶了，桌上不就是咱2个第2次结婚吗？那你说你姐这么说是怎么的？是想让你不花钱娶媳妇吗？还有就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我跟他要了8万块钱的彩礼啊。当时我俩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，说结婚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市里买套房子啊。然后等到结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家条件不太好，然后我就寻思别要房子了，就还得花挺多钱，我就没要这房子。
然后我就跟他要了8万块钱，他姐就因为这8万块钱回家跟他爸和妈干仗，然后导致他爸在我们结婚当天就住院了。他们怎么就老年人可能就有那种想法？你也知道我家条件不是很好，老人就感觉是8万块钱吧？你说咱种地得几年能挣着8万块钱？我要回来我也没存到我卡里1分钱，都是在结婚的时候花了，请客吃饭，然后再买一些东西，他的东西我的东西，所有东西都是从这8万块钱里出的。然后就这样，他家人还是这么不认可我，就觉着他应该不花钱娶媳妇儿，就应该我就这么跟他过了就完事儿了。然后他也不说什么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因为我觉着我跟他结婚了，他就是我的依靠。我就觉着我什么事儿我都应该跟他说。我家前段时间就是插座跑火，净水器一插上，他就在那儿响，可吓人了。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让他回来处理一下。他姐他爸他妈死活不让他回来，就觉着不应该管我。不是不应该管，是那时候我正在地里边收地呢，我地离家里边就好几里地，然后我再从家里边跑到市里，咱们住的地方又好几10公里，我要到那儿的话时间就很长了。那你还不如就直接在楼下找个电工就整一下就完事儿了，因为我也以前也是我找电工，那我直接找电工过得了呗，我找你干啥呀？不是，您这个找电工过和找他过是两回事儿啊。我就是觉着你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，没把我当你家人。我家人没把你当家里人，那你说你把我家里人当自己家人了吗？那你把我姑娘当自己家人了吗？咱结婚了，我姑娘不也是咱一家人吗？你说前些日子，你单位发了2个手机，我说那个给我姑娘，我姑娘的手机已经不好使了，我说给她一个，那你说你咋不给她呢？那我不是寻思单位发那2个手机挺好的，咱俩一人一个吗？我没说给我姑娘，我说咱俩一人一个。你说给这个孩子一个，那个孩子怎么想？他心里怎么想？我妈得了2个手机，然后给他姑娘一个，那你让我姑娘怎么想？我不是姑娘那手机不是不好使了吗？那我不是说我花钱给他买吗？我花1000多块钱不给他买个手机吗？那还想怎么的呀？咱们把这个给他，不就省得再花钱买了吗？早晚不是得买吗？你那手机不用换，是我的手机不用换呢。我这个工作手机必须得是好手机，然后你呢？那你天天玩手机玩游戏，你不用换新手机吗？行，手机咱不说。前几天我大姐给你打电话，我大姐说孩子在家不懂事，把他爷爷奶奶都气得够呛，气生病了。说让接到咱这儿来生活来。那你跟我大姐咋说的？你不说，你说这事儿我管不了，你这得找他亲爸亲妈。让他们自己研究这事儿去。对呀，那必须得找他亲爸亲妈呀。当时咱俩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，我给孩子压岁钱，孩子当时就给我撇回来了。我当时我就觉得孩子是不接受我的，我觉得咱俩在一起会给孩子造成伤害。然后我当时没跟你说，我说咱俩别再继续下去了，别处了。当时你死活不同意，你说孩子不会跟咱俩一起过，会一直跟他爷爷奶奶在一起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但是现在不是出现状况了吗？他爷爷他奶奶现在不是生病了吗？我不寻思，你说孩子都15岁了，他也应该跟他爸在一起生活几年了。那你说咱家现在就是2居室的房子，我为了我姑娘上学方便，然后我在学校跟前给我姑娘租的这个房子，你让这2个孩子在一个房间，他在那玩手机，他在那学习，你觉得他不影响他学习吗？就是不影响他学习的前提下，你说我姑娘得怎么想？他能在那玩手机，我为啥就得在这学习？你让我姑娘高中了，最重要的阶段，他也不总在这儿，他不是住校吗？住校他是不是也得有在这儿的时候啊？有，就周6周天呗。你说前几天我把钥匙都给我姑娘了，人家把那个门锁给换了。怎么的呀？那你是在你没跟我商量的前提下，你把钥匙给孩子了？我当然得换了，房子是我租的，我是为了我姑娘上学方便我才租的这个房子。然后你们要来住来，为啥呀？凭啥呀？那不是说凭啥？那咱俩结婚了，咱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，那我姑娘是我的姑娘，那咱俩结婚了，不也就是咱家人吗？当时如果你要不是说孩子不会跟咱俩一起过的话，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。我当时跟你在一起，只是说的你对我好，就像我姑娘说的，你对我就像对孩子一样那么宠，所以我才跟你在一起的。你现在给我整出这么多事儿，我当然不愿意了。咱俩现在已经结完婚了，结完婚以后这出现这状况了，孩子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了，我拦一句行吗？等于你进家门之后，跟他家所有人的关系都不好，
那现在就是你把这老头带回你那儿生活，让他跟他们那家里面人一刀两断，你觉得这事儿可行吗？不可行。那别吵啊，想办法呀。就是他这个态度，我听明白了吗？实际上面说白了就是你跟他家里面人在置气嘛，置气直到最后，反正现在就按婚前的协定来嘛。你们不是谈了3年吗？都没看清楚这个人啊？我俩是认识3年多，然后结婚不到1年，应该是2年的时间。不过这2年的时间，他一直对我挺好的。对啊，那他这个伪装的也太厉害了吧？我就觉得他现在的立场，他家人怎么对我，他没有立场。不是，我现在没听出来他家人怎么对你嘛，小话说了2句嘛，对吧？也就是这样了嘛，我没听出来他家人怎么针对你啊。就你那个气来自于什么呀？我就觉得他这个态度一直是不是觉得他的心没在你这儿，更多的坐向了那个家里呀？我是想，如果他的态度如果要是对我还像结婚以前那样的话，可能会好一些。咱们不因为结婚以前那样不知道是什么样，你所谓的好一些是什么呀？我就觉得我当时嫁给他的时候，我就决定嫁给他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对我好，因为之前的那段婚姻就是。那你觉得你对他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我对他还可以。他对你好吗？他对我好啊。特别好吗？不是说特别好，那你男的对女的好就是应该的吗？啊。但是他对我也行了。哎，你老公算是个老实人吧？表面上挺老实的。实际上呢？实际上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他会耍一些心眼儿。比如说？比如说在他家的事情上。所以你还是觉得他的心没跟你在一起嘛？这大概就是再婚家庭的困难嘛，就是每个人都在拨弄着自己的那个小算盘嘛，算的都特别精嘛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我听来听去。其实我也不是说让他在金钱上怎么样，我能嫁给他就是因为他对我好。不，然后我也因为这个事儿是变的嘛，咱别刻舟求剑嘛。先生说的特别现实嘛。我过去是要到单位看你的，因为我们只能在单位见。你单位楼下有卖栗子的，我给你买。现在我农忙的时候我回家了，我平常咱俩是住在一起的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我咋还给你天天买栗子嘛？那为啥就他的行为就变了嘛？那是个日常生活，那是要去约会嘛？是不是啊？他那会儿去看你是不是约会啊？现在不是日常生活吗？您提了要求，人家不也买了吗？所以你对那个的期望值是不是过高了？你对所谓好的标准是不是你的期望过高了？这是其一。其二是打你们结婚开始，是不是2个家就没有合在一起呀？没有，一直是他在我。对吧？因为各自心里面都有一些小算盘嘛，还是那个嘛，各自都在算自己的账嘛。所以你们俩真的要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了，看看怎么办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在这样一个舞台上，我听过在20多岁的女生抱怨，为什么你对我不像当初那样？为什么你的热情慢慢在减退？为什么你对我的呵护不再像从前？可是现在你作为一位中年女性，你好像还在重复一个20出头的女生的话，我其实是有点诧异的。生活本身会有很多的麻烦，尤其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，当你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再婚家庭，面临着双方的孩子，双方的亲人，你依然在责怪他不像从前那样待你了。你觉得这个是你们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冲突吗？我觉得如果做一个排序的话，你认为你和他之间最大的、最让你揪心的矛盾，你排在前3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孩子是吧？然后他第一个是孩子，对。第2个是对你的态度，还有吗？应该就没有。孩子是你们之前就商议好的，对吗？结婚前，但是现在已经有变化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是不能接受的。你愿意跟他商量这件事儿吗？我得再考虑考虑。这个事情是可以商议的，是吧？只是我就觉得他的态度一直不是在跟我商议的态度。他希望
这个事情就是你能够接受，对吗？那对于大哥来说，我相信他也努力做了很多。其实你看他对家人照顾也很好，他每一次到农忙的时候还要回去，还要惦记着这边，我觉得其实你也不容易。所以如果你的爱人现在有比较清晰的想法，他也明晰的告诉你了，那你也要做一个判断，对于女儿和爱人你怎么想怎么做，你想清楚，然后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，你们共同来商议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周老师。你们现在两位面临的问题就是，当时的约定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你们的确是需要重新再看一段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，但这段感情我觉得不是爱情，或者说这段爱情里面掺杂了太多的因素，太复杂化了。刚才女士这边是谈到了不要她的房子，选择了8万块钱的礼金，你哭了，其实是为自己哭的，委屈吗？如果说你真的是爱这个男人的话，爱上这个男人而不是他对你的好，你会设身处地的为他去想，8万块钱在他来说也是很难的，对吗？但你觉得亏了。咱们再回到他孩子这件事情，你爱他吗？其实你们两个都清楚，在当时那个约定情况下是有特定条件的，就是我现在看目前的情况，我是为了能够我们结婚，所以我们说出了1、2、3这样的条件。但如果这里面有爱情的话，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，你就会心疼他的。谁不想见自己的孩子呢？就如同你一样。所以你们这段婚姻里头是没有太多爱的成分在里面。所以既然不是爱，那就是条件的一个适配嘛。既然现在条件发生了变化，再重新看一下啊，就摆在这儿，能不能接受啊？不能接受就分呗，勉强不来的，欺骗也欺骗不来的，对吧？也许说当时你根本就没打算说，那个真是不跟孩子在一起，只是现在我们先结婚，慢慢的呢，咱们有了感情，你会允许的。他可能想的比较简单嘛，因为他孩子是住校嘛，对，住校就是周6、周日回来一下嘛，对吧？对呀，再往后想，不住校了怎么办呢？还是问题。其实未来还有很多问题的。对，来，我们听听贺老师怎么说啊。你们两个在过去的情感当中都曾经失败过，什么样的原因你们自己最清楚。男人是因为前妻提了离婚，说你不够关心他，不够浪漫；女人是因为嫌弃前夫，不够关心你，不够浪漫。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年轻不懂得珍惜的成分。听你们介绍完这么久，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女士，她没有嫌弃过你的女儿吧？她有嫌弃过你的父母，你谁谁谁，你家里人对她怎么样，你家里谁都不对，她有嫌弃过吗？所以现在我觉得对男人是不公平的，婚姻的天平已经倾斜了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如若要走下去，你需要接受他的现状，如若不接受，我觉得这个2婚也没有必要再走下去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感情当中，女生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你能不能接受他的家人，他已经接受了你。然后我也要好好的问一下男生，这个女生现在就是完全的失衡，你真的要好好的评估一下这个女人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何老师。你的前夫来看你的孩子吗？很少。给钱吗？给的也很少。就是不负责任呗。对。不如他吧。你提出来的那些要求，真不像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女人。你不知道抚养他的女儿是他的责任吗？怎么可能因为你嫁给了他，他就可以不履行这种责任？所以你说你幼稚不幼稚？你居然想因为结婚的一纸公文，让一个男人跟自己的家人远离，跟自己的女儿远离。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你要是没女儿的人，单身一人，我还可以觉得你无法理解，没做过母亲。你是做了母亲的人呢，你怎么可能提出这么荒唐的要求呢？家里一个插座坏了，冒了火，人家在地里干活，你说如果他不回来的话，我不如找一个电工，这像是一个40来岁女性说的吗？我觉得你挺作的。第一次到别人家去给压岁钱，孩子把钱给撇过去了，没收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不接受你是太正常的事情了。
人心是要慢慢捂热的，没有说让你每天都要当他妈，跟他整日相对，但你居然连周六周日你都受不了。当然了，也许你对于自己女儿来说，你算是一个好母亲，但是你真的不适合再结婚，你的这种状态不适合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就这么细细的推下来，慢慢的听下来，就挺有意思的。有没有觉得他的很多性格的那个层面特别像你前妻啊？他比我前妻聪明。你看还聪明，就更厉害呗。这话不是啊，他就这件事上纠结比较那什么，其他别的事情处理的都很好。他这一件事儿处理，他就其他事儿他都处理不好，那只是您太老实了。这跟你前夫也挺像的吧？也不像哈，哪儿不像啊？你前夫不是也对你不好吗？他对我之前是挺好的。你看之前挺好的，你这么说吧，你看得上他们家人吗？我看得上他家人呢，我其实就是因为他家人对我的态度这样，所以我才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是看不上他们家人的，这是你话里话外已经透出来，但是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了嘛。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？农忙的时候，他回家的时候，你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回去帮他干活吗？没有时间回去，因为我的工作也会很忙。周六周日也要工作吗？基本上有的时候会开会。不开会的时候呢？不开会的时候离得挺远，如果不开车的话，可能是中午去，晚上回来就也没有什么时间。啊，所以就是很远，对吧？对。那一个插座坏了，就至于那样吗？你胃不舒服，他在外面吃同学宴，就至于让他1个小时就赶回去吗？我问的其实就是这个，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是世界的中心呐。你是世界的中心吗？你从20岁开始想做世界的中心没做成，你40岁又想做一次，你试图认为这次做成了，你发现不是了。虽然他疼你，你那话说的特别对，在婚前他真的疼我，觉得不仅婚前疼你，婚后其实也挺疼你的。他让你找到了世界中心的感觉，但是你真的就自己做世界中心吗？他还有那么多的亲情所在呢。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你是。他可说你聪明了。因为我就觉着，如果当时他没有承诺过我们不说当时，我们只说现在。那还是他闺女啊，他还会回来呀。他总得来看他爸爸。见不见面啊？你们俩是2口子之后，你闺女可以叫他叔都没问题，他闺女叫你阿姨都没问题。这俩孩子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见啊？他不是说你聪明吗？你算算账，你把那个账算盘珠子好好拨拨，看哪个合适。现实就是这样的，都想清楚了，做清醒的决定。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都是凉。媳妇儿，咱们还是好好生活嘛。孩子他也是就周六周日来，你们以后慢慢接触，他也能接受你了。他也不是说完全那么不懂事儿，你也试着去接受他。孩子也挺懂事儿的，不对怎么着，我还能真不要孩子只要你吗？那也不行啊，我还不想不要你。我考虑一下。哈哈，哎，亏你老公还说得出来你聪明，这哪像一个聪明人做的事儿嘛？聪明人做的事儿就是他对你闺女好嘛，然后你会对他更好嘛？这哪像一个聪明人做的事儿嘛？今天咱们这样，如果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过，那么现在有一个客观条件存在在这儿了，得接纳那个闺女和她的家人。如果你愿意打心底去接纳他的女儿和家人的话，那你就再出来。你不愿意接纳的话，你就不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你出门的意义一定来自于说你能不能打心底里来接纳，好吗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
好吧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请开门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第一次。不是您这出来怎么个意思呀？我会试着慢慢接受。那现在爷爷奶奶生病期间，这闺女儿周末能去那儿住吗？啊，可以哈。行吧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，谢谢，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各位请见证。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，不说出只是誓言。Marry me, my baby。来，请亮灯吧，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你。都是幸福的起点。永远不会变，我每分每秒每日。那我们希望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，这一对再婚的夫妻可以克服生活当中其他的困难，踏踏实实的往前走。我觉得更大的聪明是应该他想到，在这个年纪，自己的女儿突然有一个朋友来了，在一起成长几年之后，未来他们可能成为生活当中的一对依靠的小姐妹，也许是这段婚姻给两个孩子带来的另外一种附加值，或者是好的东西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爱的付出看不到什么回报，但是从人生长远来看，它一定是有回报的。有网友提问，我和他是小学同学，小学就一个班，之后考入了同一所初中，初三又分到了一个班，中考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。慢慢的，我们的关系非常好。高中时他追了我一次，我没有同意。高考之后，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上学。最近我俩聊天开视频越来越频繁，他又开始追我了，说一直在等我。他确实一直也没有谈过女朋友。我现在很纠结，我觉得我们俩很熟悉，说彼此太了解了，不适合做恋人。他人呢，的确也不错。我实在很纠结，拿不定主意应该怎么办。被追求这件事儿呢，你的感觉是不会欺骗你的。喜欢的人是甜，讨厌的人是咸，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人呢，那是备胎。好朋友是不能当备胎的，哪怕拒绝之后连朋友都不再是，但是这总比有一天你辜负了人家，给人家带来的伤害呢要小得多。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四位老师，谢谢他们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。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